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說的話題可能有點大膽，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認為我在吹牛。首先，我下結論，朋友們啊，如果你們在中國每個月收入有5000塊人民幣，每個月5000，那麼很可能你的生活水平已經與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一樣了。20年前誰敢想？但是目前2026年，我敢說這是大概率的事。也許有些人啊，在德國不太同意我的觀點，比如說那些剛來到德國留學的人，他們沒有深入德國生活，或者那些外嫁來的人，他們也沒有深入德國生活。所以我非常歡迎啊，在德國的人，比如說在德國居住5年以上的，最好是在德國工作生活的人，說說你們的觀點。我從2塊來說，一個是從德國的收入，然後再從德國每個月的固定開支這2部分。這樣才有說服力。我為什麼又想說這個話題呢？因為現在2026年，德國呢又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說有些東西提價了等等。另外，我最近看到一位在德國的女博主，是中國的某一位，可能是留學生，我不知道。她說她跟她的男朋友住在德國，每個月的房租暖租只有500歐元。我看到之後我就特別不理解。因為據我所知，在德國，如果是2個人住的房，而且是暖租，什麼是暖租呢？就是除了純租金之外，還包括上下水，還包括取暖的費用。你們也知道，德國現在能源這個價格非常的高，那麼取暖每個月，我認為平均每個月啊至少要80到100歐元左右。他說500歐元是暖租，也就是說那個純的房租只有大概是350到400歐元左右。在德國目前，而且是2個人住的，哪有那麼便宜的房子啊？那麼唯一有可能，那就是這2個人住在德國，特別是東德的某個農村，那裡沒有產業，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住在那裡，能住在那裡。所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有那麼低的房租。因為按照去年以及今年德國房租的中位數啊，每平方米現在是超過10歐元，應該是12是13歐元了，每平米啊，而且是冷租。所以我認為啊，這個華人或者這個中國人說他們每個月房租暖租只有500歐元，我認為很難相信。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東德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好的，那麼下面呢，給大家在一個德國生活的常見開支作為參考啊。我分單身人士還有一家3口，因為單身人士的開支跟一家3口的當然不一樣啊，而且在德國是這樣，大部分人可能是住在中等城市，所以呢，像那個慕尼黑呀，還有法蘭克福這種，還有柏林啊這種房租特別高的地方，咱們就撇開不算，或者特別邊緣的那種農村啊小鎮也不算，因為也沒有代表性，那種特別低，還有特別高，也就是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我們取中間那個數目。說開支，那我們要看看德國家庭中位數的收入，這個與德國這個職員中位數的收入不一樣啊。我今天說的是德國家庭中位數的收入。那德國職員中位數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呢？每個月啊，大概是2450，也就是不到2500。那麼德国家庭收入中位數，單身的啊，他也許沒有工作，也許有工作，也就是你一個家庭，因為你單身的也算一個家庭，在德國，只要你自己單獨住，自己交房租，就算一個家庭。在德國，單身家庭的中位數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每個月1850，記住這個啊，1850。我在網上沒有查到小家庭一家3口的。我只查到2個人的沒有小孩的，也就是丁克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是2910歐元。那麼如果是加上孩童費，那這個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大概可能是3100多、3200歐元左右，大概是這樣。我們現在知道家庭收入了，然後我們再看單身家庭每個月固定開支大概有多少，然後我們就知道你有收入，然後有開支，就知道德國的生活水平怎麼樣了，他們花在什麼地方。首先，最大的開支呢是房租，因為在德國是這樣，如果你是单身的，又是有自己的一個小家庭，也就是單身家庭，大概率啊，你肯定是租房的。所以在德國最大的開支是房租，
大概是每個月600到1000歐元冷租，然後是水電，然後暖氣費每個月150到250左右，就看你住的具體什麼地方，有的人住的好一點，有的人住的差一點，所以在這裡有個區別。然後網絡手機每個月大概40到70左右，住房這塊合計大約是每個月800到1300，你看這個數目800到1300就是非常大的一個開支項目了。第二大開支，我認為呢是交通。我敬請中國的留學生不要把你自己作為留學生在德國這交通費作為每個月說人家德國人的生活開支有多低，這沒有代表性，沒有可比性。因為你是學生，你沒有車也可以去上學，对吧？但是在德國，如果你在德國居住啊，在像德國人一樣生活，一般都得有一輛車。那麼這個開支是比較要命的。比如說吧，如果在德國你不用開車，你只是公共交通，現在有德國票，每個月是63歐元。但是如果你又要買車，又要養車，又要保險，又要停車，又修車等等，每個月這個費用大概400到700，這是正常的啊。然後第三個才到吃飯，在德國吃飯一般是自己做飯，因為外出吃飯太貴了，每個月自己做飯200到300歐元，這是正常。200是非常省了啊，300是平均吧。如果是偶爾外食，那每個月你要準備大概100到200歐元左右。飲食這項每個月就是300到450左右吧。然後呢，就有像是保險還有稅。保險呢，醫療保險已經扣除了，我們就不算了啊，就為0這裡啊。那有個人責任險啊，這樣那樣的保險等等，每個月我就算它35到50歐元吧，這小數目。然後就是生活雜費了，比如說每個月有什麼日用品啊，有衣物啊等等，每個月你花50到100歐元吧，這已經算省的了。然後呢，還有娛樂呀、健身啊、訂閱呀、理髮等等，每個月50到150也不算很過分吧。那麼朋友們，作為單身漢，所有剛才這些都是幾乎是固定的開支，算下來非常節省的單身人士每個月是1600歐元。稍微有點生活質量的，稍微有一點點啊，那每個月就到了2350歐元。我們考慮到上面我說的啊，單身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德國是1850，然後呢，這裡很節省的是1600，稍微過得有一點點質量的要2350，這是在德國作為單身人士的開支，也就是這樣算起來，大部分人呢都是月光了啊。1分錢都存不下，甚至呢有一些人還是富翁，政府的那個富，每月還欠賬。好的，那我們看看在德國3口之家日常的開支有哪些項目。3口之家一般是2個成人1個小孩，那個小孩是在讀幼兒園或者在讀小學這樣啊。大部分德國人都是租房族，沒有自己的房子。如果有自己的房子，貸款也有房貸，對吧？所以幾乎都一樣。那麼，如果是每個月的房租3口之家，目前按照德國的消費水平，中等的中位數的開支大概是1100到1700，我覺得這不過分啊。然後是水電、暖氣費，每個月250到350，這也是正常的。那麼手機網絡呢，每個月60到90，3口之家也正常，甚至有點偏低。住房這塊合計每個月就是1400到2100歐元了。然後看交通費，這裡我必須指出啊，在德國，如果是你有3口之家的，80%至90%的可能性，至少有1輛車，甚至你在德國農村的話，絕對有2輛車，否則出行是個很大的問題。那麼每個月這養車、買車的費用，我就算一個家庭700到1200歐元。注意啊，為什麼我算700到1200？因為你買車。那個車有貶值的，每個月每年即使你不開也會貶值，所以這個貶值也要算進去啊。第3項我們就看飲食了啊，你們3口之家買菜自己在家做飯，每個月我認為啊500到700也是正常的。然後就是外食，去外面餐館去吃飯，或者有的時候去外面喝點東西，3口之家每個月150到300歐元，150至少我認為是正常的啊。那麼飲食合計3口之家每個月是650到1000歐元。既然有孩子，那孩子也有開支啊。孩子的開支
在德國是這樣啊，你收入很低的話，幼兒園就沒有費用。但是如果你超過一個線，你每個月是要按照你的收入是交費的這個幼兒園，那麼這個收入大概是0到400歐元左右，各州不太一樣啊。然後呢，學校有什麼午餐費呀、托管費等等，每個月我就算你50到150歐元，這也算正常。然後呢，你作為孩子呢，要給他買衣服啊，因為小孩長身體很快啊，還有那個用品啊等等。興趣班我們就不算吧，就是衣物用品這個。我覺得花在孩子身上一個月100到200歐元，在養孩子身上是非常正常的，對不對？然後呢，就是保險和雜費了啊。保險、責任保險一家，我覺得要20到40，甚至30到50吧。然後呢，你們家有娛樂呀，有理髮呀，訂閱什麼？我認為一家人100到300也是正常的。好的，那麼3口之家合計起來，最節省的這個家庭每個月大概是3000歐元開支，生活稍微有一點點質量的，甚至達到5400歐元。那前面我提到了啊，德國2口之家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2910歐元。那如果是加上一個孩童，就3200歐元左右，大概是這樣吧。按照我剛才列出的那個固定開支，最節省的家庭每個月3口之家開支是3000。稍微有一點生活質量的，甚至達到5400歐元。5400，因為他的住房更大呀，還有他多養一輛車啊，這是2筆很大的開支了，對吧？考慮到他們每個月固定開支，你看，在德國作為家庭幾乎是存不下錢的。另外一點很明顯的就是，我這開支當中沒有包括外出度假。在德國，每個人幾乎都想外出度假，至少1次，甚至呢2次一年。這筆還沒有算進去。即使這樣的話，幾乎就存不下錢了。對大部分德國人都是月光族或是富翁了。這就是在德國，你別看他們收入好像很高，折算人民幣啊，但是其實很多的家庭，大部分家庭過得緊巴巴啊，就是存不下錢，花錢如流水啊，就是這樣。而且大部分德國家庭只是一種過活的狀態。真的生活沒有很多的質量，比如說平時不敢打的，平時不敢下館子，因為太貴了。然後呢，很多家庭現在度假也負擔不起了，只能在家或者是在附近，沒有其他辦法。這就是目前德國的狀況。所以朋友們，我們又回到開始咱們節目，我斗膽的說一句，如果你在中國每個月收入有5000塊錢，你們就達到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了。唯一呢可能達不到，那就是醫療這一塊，因為德國呢，它有醫療保險，每個月從他的工資收入扣出去。如果沒有收入的人，他國家也是可以說叫做什麼，兜底吧。其實還是出在我們納稅人的身上，是我們納稅人幫他出了那醫療保險。在德國，我們每個月醫療保險，雇主和雇員各交一半，大概是這樣。占你那個稅前收入的15%這個比例，15%，也就是說，在德國每個人每個月大概，如果你是全職人士，你是工作的人，每個月你自己交那部分大概要300到400多到500歐元左右，然後呢，雇主又幫你交300到500。如果你只算你自己交那部分，你至少要交每個月2500元人民幣的那個醫療保險費。也就是1年至少要3萬塊，甚至呢，如果你收入更高，那你每年的醫療保險費交的就更高了。這只是你自己交的，雇主再幫你交那一半加上去，那你每年最少你要交6萬元人民幣的醫療保險費。你交那麼多，如果醫療保險再不比中國更好一點的話，能說得上來嗎？對不對？就不合理了。所以在中國最好呢，能花100塊錢投一份大病醫保，聽說應該可以保到100萬人民幣。那如果是這樣的話，100比100萬，我認為是非常合算的。因為100你不小心就花出去了，或者不小心就省下來了，為什麼不做呢？所以在中國額外買一份大病医保，我認為非常重要，這樣你的生活質量就上升了很多啊。好了，我們回到這裡我說的，你在中國每個月5000人民幣就達到了德國人平均生活水平。這一點，從剛才我列出來德國人的每個月的收入，然後每個月的開支，
就知道了。我們又回到前面我說的啊，如果你在中國你是單身的啊，每個月有5000塊錢的那個收入，我就說你已經達到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了。可能很多人難以置信，難道西方國家不是人人住獨棟的大別墅大 house 嗎？其實這是非常非常錯得離譜的一種觀念。所有西方國家沒有這樣子，大部分人呢不是住在所謂的獨棟別墅，而是在出租屋裡。現在我舉個例子啊，假如我在中國有5000塊錢的那個收入，每個月有哪些固定開支呢？我列舉一下，你們看看我說如果是我在中國這樣的開支對不對啊？在中國如果我只有5000塊錢，我就假設我沒有房子，那麼房租每個月啊，在全國各地的房租不一樣，便宜的我就算300-400，貴的我算1000左右，那平均大概就是400到1000，對吧？然後呢，水電還有冷暖、空調這種費用，每個月我就算它平均啊150到250一個月。網絡、手機費每個月30到60，你們覺得可能嗎？住房這塊合計大約是680到1300塊每個月的啊，是單身。第二大頭在中國，我覺得也是交通出行，就算你沒有車吧，每個月我覺得交通費在500到800左右，這是可能的，對吧？如果你是有車養車的人，每個月也許呢1000到2000左右，我不知道我這樣算對不對。好的，那我們看第3部分就飲食了啊。如果自己在家做飯，其實很省的，在中國大概是500到700，偶爾外食每個月就算你100到200吧。那飲食這部分綜合起來，每個月就是600到900。下面我们就看保險。保險呢，醫療保險這種，就算你已經從你的那個收入當中扣掉了啊，那你個人買一點保險啊，平均每個月就算你50到100塊錢吧，然後就生活雜項了，衣物啊、日用品啊，每個月我覺得花1到200也是正常的，對吧？然後就是娛樂、健身啊、訂閱等等，還有個理髮加上去，每個月100到150也是比較節省的，對不對？那算起來啊，在中國這樣單身人士在一種過活的狀態，非常非常節省的，在你比較小的地方、中小城市的，每個月至少要2050塊錢。然後呢，稍微在中等城市的，上海那種就不算了啊，在中等城市的，你每個月房租花出去1000，那這樣子你每個月所有的開支項，你還要養輛車，這樣算起來大概是4000到4200塊錢左右。但是你的收入前面看是5000，所以在中國，如果是你有5000塊錢的人，大部分人看來還是能存下1000塊錢或者是幾百塊錢，甚至有的能存下2000多塊錢都有這可能。但是同樣在德國，那個家庭收入中位數幾乎都是月光族，而在中國這樣算起來還能小存下一點點。你看，這就是兩國的區別啊。剛才列出的收入都是最基本的開支啊，也就是基本上是過活的狀態啊，還沒有特別好的生活質量，也沒有包括這個所謂的旅行費用在裡面啊。那麼這麼算起來，朋友們，我認為啊，如果是只在本國算啊，歐元的購買力只相當於人民幣購買力的2倍，而目前呢是1:8，也就是目前歐元的購買力，所謂在國際上按匯率算是1:8，是有8倍，但是實際上我的觀察，如果是只在國內使用，只是2倍左右，也就是德國中位數啊，如果是你是全職的人，是2400多到2500，那也就是相當於中國人民幣5000塊錢的收入水平，就是這樣。所以我就前面說了，為什麼我說在中國，如果你每個月收入達到5000塊人民幣，你就達到了德國平均的或者中等的生活水平了。還有，我覺得在美國其實也差不多，美元目前是1:7左右，但是我覺得真正的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應該是1:2左右。我不知道我這樣說有沒有道理。好的，今天我說的有點大膽啊，歐元和人民幣的那個比率，如果是只考慮在本國花掙歐元花歐元，掙人民幣在中國花人民幣，其實購買力歐元和人民幣只是1:2的區別，而不是1:8。我特別歡迎啊，在德國長期生活的朋友們在下面留言，說說你們的感受，跟我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樣啊？
那麼這樣算起來，我也斗膽的說一句啊，如果你在中國有5000塊錢每個月，或者多於5000塊錢，真的不值得，也沒必要移民來德國了，因為你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反而也可能因為各種原因還下降了呢。比如說你的那個語言不通呀，還有各種各樣的障礙等等，還有孤獨啊、歧視啊等等。反正如果是我現在有選擇，我在國內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或者稍微穩定的工作，每個月5000塊錢或者6000塊錢，過得要比德國還要好。比如說我在德國，平時我根本就不敢打車，因為太貴了。平時我一般也不會下館子，因為在德國它是美食的沙漠，沒有很多可以選擇的。中餐館幾乎那個味道都是一樣的，還不如我自己在家做的可口呢。而且如果是我在中餐館吃一頓，相當於我在家可以吃，比如说5天了。我有病啊，我花那個錢到外面去吃，對不對？因為性價比太低了。好，今天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